哈喽，骚棒们，今天咱们来看一部能把人血压拉满、头盖骨掀翻的逆天神剧。我看完之后直接1秒了，强烈建议纳入年度下头男行为大赏，作为反面教材全国巡回展出。故事开场，咱男主叶景年高中探花，那叫一个衣锦还乡、锣鼓喧天。有一说一，到这儿还挺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只见他身后还跟了个妹妹。介绍说这是郑国公的女儿方玲，我直接好家伙，这啥子操作？哥们，你是去考公还是去参加《非诚勿扰》了？升官发财死老婆的剧本咱见过，你这老婆还好好的呢，就猴急的把夏家领回来了。果不其然，回到家，叶景年当着原配妻子思瑶的面，直接宣布我要娶方玲进门。我当时就惊了，心想你小子是喝了多少啊？结果他给出的理由更离谱，他说是方玲陪他彻夜苦读，他能高中全是方玲的功劳，他不能辜负人家。我的妈，我特么也惊呆了。看视频的骚棒在弹幕告诉我，这是不是顶级普信男发言？你老婆思瑶之前手把手教你策论，给你开小灶，帮你从一个学渣辅导成学霸，花的都是人家的心血。你现在跟他说，你跟补习班小妹好上了，因为他陪你刷题，你这逻辑堪比用脚趾头考清华。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更吓人的是，这一家子极品公婆，前脚还在夸儿媳妇思瑶是祖宗保佑，后脚一听新来的妹妹是国公府千金，那脸变得比川剧变脸还快，恨不得当场把人家供起来，还说什么平起平坐，不分大小。你们晓得啥叫平起平坐吗？就是把原配的脸按在地上摩擦，懂的都懂。这时候，终极绿茶方玲也开始表演了。他摆出一副我哭死的圣母样，说自己不可能跟思瑶这种山野村妇平起平生，但看在男主的面子上，他让步了。他还大度的表示，以后允许男主每个月去思瑶房里几次。我直接一个地铁老人看手机，这是什么年度迷惑发言？把抢别人老公说的跟扶贫一样伟大，把恶心事包装成天大的恩赐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级演技啊！就在我血压已经冲到250，准备提刀的时候，全剧唯一一个活人，思瑶的丫鬟直接开大，她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叶家这群吸血鬼的老底全揭了。吃穿用度花的是女主的嫁妆，老妈生病是女主尽心伺候，就连男主考上探花的本事，哪个不是女主教的？这哪是娶了个媳妇啊？这分明是给全家找了个提款机兼职保姆。现在看男主这个经验宝宝等级高了，就想一脚把人家踹了。女主思瑶也终于不再阴谋，一巴掌扇在渣男脸上，甩出一句夫不正，妻可改嫁，简直帅炸了。建议把这句话刻在所有下头男的脑门上，还得是夜光版的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更爽的还在后头。这家人还在嘲笑思瑶，说她是穷教书先生的女儿，能请来什么贵客？小三方玲更是开启嘲讽模式，炫耀自己婚礼上全是王公贵族。然后女主思瑶直接不跟他们玩这种过家家游戏了，她转身去了皇宫，反手就掏出了一样东西，丹书铁券。我的妈呀！原来女主不是青铜，她是满级大佬回新手村体验生活来了。这玩意儿见皇帝都不用跪的，比啥子黑卡 VIP 牛批多了。你猜女主拿着丹书铁券求皇上干啥？是去告状让皇上砍了渣男吗？格局小了，咱女主直接跟皇上说，老铁，下月初7我前夫哥结婚，麻烦您一假去捧个场呗。皇上当场都绷不住了，气得就要削了叶景年的官职。结果女主还拦着，说不想假借皇恩报私仇。这格局绝绝子！时间快进到婚礼当天，叶家和国公府张灯结彩，小三方玲像个开屏的孔雀，挨个介绍到场的贵宾，什么广阳王、镇北大将军，门生遍布朝野，简直是古代版名流展销会。然后他又开始嘲讽女主，你请的最尊贵的客人呢？该不会是当今圣上吧？骚棒们，把预言家3个字打在弹幕上。就在他们笑得最大声、最猖狂的时候，门外太监一声嘹亮的皇上驾到，全场瞬间石化。我的妈，那个场面比你打 Apex 决赛圈1打3吃了鸡还爽。这脸打的噼里啪啦响，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那股火辣辣的疼。这才是真正的外网文，就问你爽不爽？哦对了，中间还有个小插曲，女主在街上放狠话的时候被一个帅哥搭讪，结果后来发现这哥们儿居然是微服私访的当朝太子。
还是女主青梅竹马的令昭哥哥。好家伙，丢掉一个下头男，出门就捡个太子，这才是大女主该有的配置吗？